各位好，今天我们在左营的眷村，那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很特别，而且它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基本上，这些你现在看到的房子，就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木造房子。现在在骑脚踏车，所以你可以从影片看出来，几乎的人已经搬出去了。那后面他们改了一些那个大楼，所以应该本来住在这里的住户都搬到那里去因为这些房子就快坏掉了，但是有点可惜，因为真的这里的房子有一个特别的一种风格。其实这个眷村也有一个特别的风格就可以看出来很多历史、很多文化听说眷村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文化，因为有中国各县的人，还有很多所谓台湾本省人、台湾的妈妈嫁过来的，所以里面有丰富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家乡菜之类的。虽然可能很多人会看这个影片，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还是感觉出来外省人跟本省人中间还是有一段距离。那最明显的就是在政治上蓝军跟绿军，当然中间还是有一点丑事，很多问题没有办法拒绝掉。但是对我来讲，我是外国来的，所以我希望用一个客观的一个看法去判断，也不是说去判断，就是去了解了解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的家里的家庭，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比如说我老婆也在眷村长大，她爸爸也是农民，从湖南来的农民。那基本上那些人真的很苦，有模仿他的口音，他每次那个时候多苦都很苦真的很苦。但是还是很幸运到台湾来如果那时候就留在大陆，中国大陆，就应该就被打掉了。所以那些逃难的人到台湾来的真的很幸运所以他们可以在这里继续他们的生活。但是好像里面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悲剧、很悲惨的一段时间，因为那些逃难的人，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也没有办法回去。那个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就会马上回去反攻大陆，但是也这个没有出现，所以他们要等到那个中国改革开放1987年后来那个台湾国民政府让他们回去大陆探亲，那个时候他们1年1次可以回去，但是已经那个时候过了40年，所以很多的爸爸跟妈妈已经不在了，已经走了。所以我看很多那个关于眷村文化的影片我觉得哇，就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乡，有的军人都是一个人到台湾来离开家乡，回去的时候家人都不在了，已经过了40年，所以觉得这个也有一点那个
一个很悲哀的一些故事里面。那这里就是左营一个眷村，是一个文化区，因为里面的房子都被修改我有去过，但是现在没有开放，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地方我刚来这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哇蛮有趣，它的路很宽那房子的样子跟一般台湾的房子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他们是日式的。那日本很多东西是从西方学的，所以看他们的房子也有一个欧洲的感觉，也甚至可以说有点像那个澳洲，因为澳洲也有很多木造的房子，所以觉得非常有趣。那我不太晓得，但是应该高雄有全台湾最大的眷村，因为这个是新的，这个是明德眷村，但是基本上这个眷村的范围很大，因为它是从鼓山路一路到高雄海军军营就在那里，所以其实它很长很大。那现在很多本来的眷村的房子已经被拆掉了那他政府有盖那个新的大楼，因为他们这些很多房子可能80年、90年甚至100年前盖的，也要修的话可能要一笔钱，所以可能就政府不得不盖那个新的大楼。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这段的眷村的历史是非常有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眷村还是台湾的一部分的历史，也台湾一部分的文化，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食物馒头面、牛肉面那这里就是我的后面这个碉堡。那我不晓得这个是在那个日治时代改的，还是在那个国民政府的时代改的，我不晓得，我不敢进去。里面看起来很恐怖呢。但是这里大部分的日治留下来的房子，它的花园里面都有那个碉堡。就像我的老乡在英国，因为在那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因为我们住在英国的南部，很多地方都被那个炸掉，所以像我的家里，我的老家那边那个我们的花园里面也有一些那个碉堡还有就像这里一样。这里家里也有碉堡这个房子就坏掉了。那台湾有很多眷村，尤其是台湾南部，因为我本来来台湾，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住在东港，那东港也有一个大的眷村，因为东港大鹏湾本来是日本的空军，那日本投降了以后，那块地变成那个国民政府的空军，所以东港有一个大的眷村，就是空军给空军的。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就知道那边的房子完全不一样，木造房子，也基本上台湾的传统房子是那个三合院，所以觉得哇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问我补习班的老板，那不是补习班的老板刚好也是外省人他爸爸是山东的，那他就告诉我一点这个历史是他们是给军人住的。那后来我在网络看一些那个资料，调查一下这段那个关于台湾的历史才发现这个是眷村。那后来去那个屏东市里面也有一个大的眷村，还有屏东县很多就莫名其妙的
地方也有小小的眷村里面，我觉得哇蛮有趣，就也有点那个悲哀，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机会回去他们的老家，没有办法回去跟他们的家人在一起，所以他们虽然这段历史很多人有自己的意见因为毕竟有发生过很多不幸的事情，也很多状况，那个时候很多状况就出来了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很悲哀的一段历史尤其是到现在很多问题还在，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就是在东港离开东港往那个垦丁，但是就是在东港的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眷村，那里面都是一些阿伯因为很多那个老兵阿兵哥他们的薪水很小，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经济不太好，所以也很难，如果他们要娶老婆，所以很多的就是一辈子在台湾是单身，要过单身的那个生活。我觉得哇，这个看那些那个阿伯就坐在他们的房子外面，穿着那个白色的衣服，觉得这个其实很悲惨的一段历史。